日子很長，但歲月很短。我們跟爸媽、兄弟姐妹相處的時間，在10幾歲的時候是最高峰。我們總覺得一天24小時很漫長，明天還有明天。但只要一離家念書，開始工作，這個數字就真的是直線墜落。在你的葬禮上誰會坐在第一排，為你心中那些前排的人一個一個親自算一遍？面對你剩下的時間，你打算怎麼做呢？聽好，我要給你一道數學題，保證你聽了會冷汗直流。假設你的爸媽現在65歲，然後你每年只回家看他們一次。你知道嗎？根據平均壽命來算，在他們離開之前，你跟他們見面的次數其實只剩下15次。對，你沒聽錯，就這麼少，只有15次。所以，如果你心裡還覺得，哎呀，我還有很多時間的，那說真的，你不是天真，你是愚蠢。今天我們來拆解的這本《人生的5種財富》，就是要來狠狠敲碎你那個早就壞掉的積分板。不過在那之前，你得先問問自己這3個問題，這可是靈魂拷問哦。第一，你到底還剩下多少秒？你真的知道時間億萬富翁是什麼意思嗎？第二，想象一下，在你的告別式上，誰會坐在第一排？最後，第3個問題，你的生活剃刀又是什麼？歡迎來到 Alan 的書房，我是你的閱讀領航員 Alan。好的，我們直接切入問題核心。我們大部分的人其實都在玩一場從一開始就注定會輸的遊戲。我們用錢賺多少，事業多成功來幫自己打分數，但卻完全沒發現，我們正在輸掉人生這場更重要的比賽。你看這張圖，它真的很有趣，但也有點殘酷。它完完全全就是我們開頭那個計算的視覺化證明。你看這條線，我們跟爸媽、兄弟姐妹相處的時間，在10幾歲的時候是最高峰，但只要一離家念書、開始工作，這個數字就真的是直線墜落。你以為朋友就不一樣了嗎？看看這張圖，狀況一樣讓人震驚。我們跟朋友相處的時間，大概在18歲的時候達到頂點，然後就一路往下掉。這些圖表真的不是在嚇你，他們是在告訴我們一個血淋淋的事實：我們跟我們愛的人能相處的時間，比你我想的還要少太多了。這句話說得太好了，日子很長，但歲月很短。我們總覺得一天24小時很漫長，明天還有明天，卻沒有意識到我們正在用最珍貴而且永遠無法再生的資產，也就是我們的時間，去交換那些我們以為更重要的東西。所以重點來了，既然舊的積分板是壞的，那我們就需要一個全新的積分板，一個真正能夠幫助我們衡量什麼才是富足人生的標準。書的作者薩西·布魯姆就提出了這5種財富，你聽好哦，順序很重要哦。它們分別是時間財富、社會財富、心理財富、身體財富，最後才是我們一般認知的金錢財富。這才是一套衡量成功人生的全新標準。好，那我們就從最重要的時間財富開始談。你聽過時間億萬富翁嗎？這個概念很有意思，它指的是生命中還剩下超過10億秒的人。比方說，一個20歲的年輕人大概還有20億秒，但你知道嗎？一到50歲就直接砍半，只剩10億秒了。那你呢？你現在還是個時間億萬富翁嗎？談完了時間，接着我們來看看第2種財富，社會財富。這跟我們的人際關係有非常非常大的關聯。我們再回到這個問題哦，它真的很重要。在你的葬禮上誰會坐在第一排？你閉上眼睛想一下，腦中浮現的是哪些人的臉？這個問題就像一把利刃，能立刻切開所有虛偽的社交，讓你辨識出誰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這些會坐在前排的人，就是你半夜3點，人生跌到谷底會毫不猶豫打電話求救的人。他們就是你社會財富的核心。所以這裡講的完全不是你有多少臉書好友，通訊錄裡有多少聯絡人，而是你們關係的深度。好了，現在我們有了新的目標，但光有目標還不夠，我們需要一個工具來幫助我們在每天大大小小的選擇中做出正確的決定。這時候，生活剃刀就要登場了。
什麼是生活剃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你為自己設定的非常簡單的個人原則。當你面對複雜的選擇時，這個原則就像一把鋒利的剃刀，能幫你剔除所有不重要的干擾，讓你迅速做出符合你核心價值觀的決定。我舉個例子 ，Netflix 的共同創辦人馬克蘭島府，他的生活剃刀就只有一句話：永遠不錯過星期二的晚餐。你聽，這規則超簡單，對吧？但就是這條簡單的規則，讓他在創辦 Netflix 那種混亂到不行的日子裡，依然能守住家庭這個他認為最重要的事。那你呢？你的生活剃刀會是什麼？你可以試着完成這個句子：我是那種什麼的人。這句話的答案很可能就是你做出所有決定的那個最重要的準則。說了這麼多，我們再回到最初那個讓你心頭一驚的計算。畫面上這個是作者為他自己爸爸算出來的數字。現在換你了，我不是在開玩笑，我希望你真的拿出紙筆，為你心中那些前排的人一個一個親自算一遍，那個數字會給你帶來什麼樣的衝擊？你現在手上有了全新的計分板，也知道該怎麼打造自己的生活剃刀了。那麼面對你剩下的時間，你打算怎麼做呢？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請幫我按個喜歡，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也別忘了訂閱阿冷的書房，然後打開小鈴鐺，我們每周都會為你帶來更多含金量滿滿的書籍。